您知道吗？这种在高档餐厅、健康超市经常出现的绿色长条菜，居然被美国《时代》杂志称为10大最健康食物之一。但是呢，有些人呢却不能吃。如果吃了，对健康呢有很大的坏处。那么这个菜是什么呢？就是芦笋又称为蔬菜之王。今天呢，我们不仅仅只谈芦笋的营养，还要聊它真正的利和弊。另外还有一个我遇过的病人他在出芦笋以后呢，诱发痛风的一个真实的故事。至于您真的适合吃芦笋吗？我们一起来解开这个健康迷雾。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一起管好它。我是杨医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芦笋为什么被人说的这么神首先呢，它富含哪些重要的营养素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维生素 A、C、E、K 和 B 群，这是很丰富的一个几乎是一个全谱的维生素。同时还有矿物质钾、铁、锌、钙，这些呢对我们的健康都非常的重要。第三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就是谷胱甘肽，它是一个强力的抗氧化因子。抗氧化什么意思呢？就是能够综合我们身体里面过氧反应以后、氧化反应以后产生的自由基这个自由基呢，特别是那些很活跃的自由基它会破坏我们的 DNA 破坏我们的线粒体破坏细胞，造成慢性炎症、衰老、肿瘤等等。另外呢，它含有类黄酮和皂苷它有抗炎抗癌的潜力。它含有高纤维素，但是呢又是低热量。高纤维素是我们肠道有益菌群，也就是益生菌的食物，我们把它叫做益生元。同时呢，它又热量很低，能够帮助我们大家控制体重。2020年发表在药物前沿的这个杂志里面呢，曾经有个系统的综述他说芦笋中的这个多酚类和类黄酮是有明显的抗肿瘤和抗氧化能力。实际上呢，抗肿瘤和抗氧化能力呢，它们是相关的。日本研究也显示，这个芦笋的提取物能够改善肝脏解毒的功能和慢性疲劳的状态。但是并不是人人吃芦笋都会得到好处有的人呢甚至会造成问题。那我们就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我曾经遇到一个40多岁的男士，平时呢他饮食控制得很好，也爱运动，很注意保健。但是呢，在一次体检以后，发现尿酸呢突然飙高脚趾肿痛，最后呢确诊为痛风。他很纳闷，我又不吃海鲜，不喝酒，也不吃火锅，为什么还会发作呢？他一查这个饮食记录，才发现他连续1周每天都吃一大盘的芦笋还觉得自己呢是在排毒。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芦笋它虽然很健康，但是呢它是属于含有中等量的嘌呤的食物。对痛风患者来说呢，摄取过量就会成为这样一个导火线。所以这提醒我们大家，再好的食物，再有营养的食物它有一个适量的问题也有一个个体差异的问题。那说到这里，大家不要害怕我们这个芦笋的5大健康功效和它作用的机理呢，我跟大家列一列即便是你有痛风或其他病的人，你只要控制适量这些好处呢，你还是都能得到的。比如说谷胱甘肽它就是人体里面最强的抗氧化物之一，所以呢它有抗氧化抗老化的能力。芦笋中的谷胱甘肽在所有的绿叶蔬菜当中呢都是比较高的，它能够帮助肝脏解毒降低慢性炎症。另外呢，它还是一个天然的利尿剂，有利尿排石的作用。它能够帮助肾脏排出多余的钠和水分。所以呢，对于那些轻度水肿高血压的人呢，日常饮食中要包括这个芦笋呢是很重要的。第三呢，就是改善肠道的环境和促进消化。
芦笋呢，它兼具可溶性和不可溶性的纤维素，所以呢，它能够改善便秘和肠道的菌群失调，同时呢，增加一个饱腹感有助于体重的管理。第4大好处呢，就是保护心血管功能，因为它含钾呢，可以降血压，它里面的叶酸呢可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这也是一个对心脏和大脑都有害的一个甲基化过程当中产生的一个代谢产物这个东西呢减少以后呢，它就帮助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注意查自己的同型半胱氨酸，一般的家庭医生不太查你一定要提醒他帮你查一下。另外呢，对孕妇来讲呢这个芦笋它是一个黄金蔬菜，因为它富含叶酸嘛，有助于胎儿神经管的发育特别是在头3个月另外呢，它和蛋白质结合以后能产生一些非常重要的活性物质，对产后的修复呢也很有帮助。那么还有哪些人不适合吃芦笋呢？中医是怎么看待这个芦笋这个健康功效的呢？首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芦笋的性寒，入肺和大肠经这个中医讲的任何东西它都讲它的能量特性这芦笋性寒不是说这个芦笋是温度低了、温度高了，或者是冰箱里出来的，不是这个概念，不是温度的概念，而是吃到身体以后，它产生的能量是属于热性的还是寒性的所以芦笋呢，你就是把它炒得滚烫的吃它吃进去以后，它产生的能量可能还是寒性的另外呢，入肺与大肠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产生这个能量是到哪里去呢？就是到肺和大肠肺和大肠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它的功效就是清热解毒和利水大家可能一谈到利水可能就想到肾和膀胱其实肺和大肠也是调节水代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有一条叫做通调水道那么肺和大肠呢，实际上是互为表里的。我们人感冒的时候，你发现最早出现的症状，要不是呼吸道的，要不是胃肠道的。所以呢，这两个呢是我们身体的第一道防线一旦被感染之后呢，常常出现在这两个部分。它如果挡不住，它才会进一步发展到我们其他的内脏器官。所以呢，对体质偏寒的人脾胃虚寒的人呢，芦笋吃多了呢，它容易造成腹泻、胀气和食欲下降。尤其是一些高风险的人群哪些人群呢？第一呢是痛风的患者，因为芦笋它含有中等的嘌呤的含量，过量以后呢，造成尿酸升高。另外呢，就是肾功能不全的人。因为它这个利尿作用加强以后它也增加肾脏的负担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脾胃虚寒的人，那么它芦笋呢有寒性，造成腹泻、消化不良那你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脾胃虚寒呢？是吧？那你肯定属于那种代谢特别慢容易怕冷容易胀气、容易不消化、容易拉肚子的这种就属于脾胃虚寒。你喜欢喝热的东西，但不喜欢吃凉的东西，是吧？一吃凉的就会有反应。那么这些呢，都是脾胃虚寒的表现那么芦笋呢，它因为有寒性嘛，所以它会造成腹泻和消化不良。另外就是怀孕的女性怀孕的女性呢，我们希望她吃的适量，但不建议呢天天大量的生吃，也不要把它打成果汁来吃。这些呢跟我们刚才讲过的它的性寒是有关系的那么芦笋我们怎么吃才是最健康的我们要给大家介绍3种最常见的食用的方法。第一呢就是清炒芦笋就加橄榄油和蒜片就好保留它的脆嫩和多酚的活性，油不要太多，很快炒一炒就可以。所以大家买芦笋还是要买一些新鲜的比较嫩的芦笋。
芦笋那个根啊有点老，通常呢我把它最老的根那部分啊就给它去掉。另外呢就是芦笋鸡肉汤啊或者豆腐汤，那你要不吃肉的话，你就炖豆腐，是吧？这个搭配呢比较好，它有点温补的蛋白质啊，把它的寒性啊稍微平衡一下。另外呢就是芦笋沙拉了，你把烫热以后啊，拌上番茄呀、鸡蛋啊、橄榄油等等。总而言之啊，要避免生吃，搭配一些油脂啊，帮助一些脂溶的维生素啊，像维生素 A 啊和 E 啊容易吸收。那我们小结一下。总而言之啊，这个芦笋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的一个健康蔬菜，就像所有的我们叫做功能性的食物一样啊，要看你的体质和吃法对不对。我们会在会员影片当中呢，进一步解析不同体质吃芦笋的方式，还可以搭配哪些中药的茶饮来祛寒助肠道的吸收啊。最后呢，还会教大家做一款芦笋利水茶。可以改善水肿改善气质性的肥胖。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问题、体验和高见呢，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也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思维健康，这些订阅呢都是免费的，也别忘了分享这支影片呢给正在养生的朋友们。吃对了蔬菜才是通往健康的正确道路。谢谢大家的收看，端粒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